狼图更新了一个104配列的版本啊，这波是大配列玩家狂喜啊！价格的话依旧是非常给力，单模的速显版本是129，我手里这款3模的带屏幕是269，也不到300块钱。中间的话还会有穿插一些什么专业版，就是一些中等的配置，但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首先啊，还是来看到键盘的外观方面就没有太大改动，四边方正，两侧带有灯带，基本上是把 LT84上的特点一并的保留了下来，包括右上角的航母边框优良传统依旧是在的。好的方面就是升级点，轴体升级了一代，这一次变成了全碰的材质，从海空一代的沙黄手感到现在的海空 Pro 轴还行还不错的表现啊，我还是非常欣慰的。轴体内部的润滑偏纸状，轴心柱上的润滑非常克制，也是为了保留大部分的脆爽手感。看弹片的话，这个轴不出意料是高特代工，从之前的奶茶轴开始啊，就一个经典的弹片中间砍一刀的设计，说白了就是可以让弹片变软，降低对线性手感的影响。和 TDC 的钢铁轴缩小弹片面积是同一个道理。45克的触发，60克的触底，是一个比较适中的压力，也是大多数人可以适应的一个手感，不会过轻或者过重，算是一把比较万金油的键盘了。来看到键盘本体部分啊，外观非常方正，唯一的设计就是在正面做了一个大概45度2毫米的倒角。右上角的旋钮和屏幕啊，屏幕刚刚说过了，跑马边框。至于这个旋钮的质感，外观的电镀做得非常厚，是一个高反光的塑料旋钮。键盘上盖的赛纹还算均匀，在充电口部分可以发现有一些地方没有处理的完全到位。键盘整体只有一个电源开关，模式切换需要靠屏幕操控来连接啊。个人觉得这个方式不如 FN 组合键来的方便了，建议可以准备2台方案给用户，想用屏幕那就用屏幕，想用组合键就用组合键。强制用户使用屏幕来切换模式这一点，我个人还是比较介意的。外观部分就聊到这里，键盘的内胆也是区别于目前的主流，相对比现在键盘动不动就嘎一手的风气啊，这一次又回归了上一个潮流。可以看到两侧定位板延伸出来的导光柱和底壳的纤维柱都是有一个刚性接触的，所以整体的手感反馈就嘎嘣脆。灯光部分，因为轴体的话，这一次海空 Pro 是一个不透光的上盖，所以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的。灯光的话，我感觉就不如 LT84来的那么亮堂。至于两侧灯带，因为导光柱也是偏透明，所以整体的灯光散发出来还是比较聚集的，没有一整条灯带都发光的感觉。并且需要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主键区，因为有一整块透明的 PC 定位板，所以这个灯光效果就和我之前测过的米雾键盘非常像啊。开灯之后是感觉整一块面板都在发光，并且会有一定的悬浮感，也比较好的弥补了这个轴体不透光的一个缺点。至于内胆方面啊，中间一层的夹心式 EVA 加上 PROM 的轴下垫，底部是一大块的开模硅胶，但这个稍微有一点缩水啊，底下的话有一定的掏空，这里就没什么太多好说的了，也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内胆填充配置。内置电池是4000毫安时，主控芯片是华奋达提供的 HF80 CP100， 这个方案还是第一次见，所以续航时间没有之前的键盘可以参考，还是得等官方具体给到的数据。无线积分方面是 HS6620B， 也是老演员了，实测延迟在12毫秒左右，有线可以去到3毫秒，打游戏的话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对我来说，它最吸引我的点不是屏幕或者旋钮，而是在269这个价位可以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轴体加上104键的布局。因为后台经常有很多人问我又想要全键的，并且又想要低价位、手感还不错的键盘，但目前的厂商可以说大部分已经抛弃了104或者108这些配列了。那狼图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把键盘，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屏幕部分就见仁见智了，没有体验过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新鲜，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啊。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